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夏，不是梁虾。铁道 1.6 上半即将迎来全新5星角色阮梅、4星角色雪衣以及老角色复刻刃。那么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带来角色技能解析以及给出一点抽取建议方便各位在上线后可以快速了解这个角色有帮助到各位，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至于一个硬币10经验，同时视频对转发情况比较大，帮忙转发一下吧，不用真的转发，退回来就行了。同时还有5经验谢谢。阮梅的战绩可以给全队角色提供增伤以及提高弱点击破效率，每个回合持续回合减1，也就是说至少有2回合起付吧。弱点击破效率各位应该也清楚，可以更快击破敌方的弱点，击破产生推挑以及击破伤害，从而变相提高一个生存能力了。这一点也是非常简单。然后终结技也是非常简单粗暴了，可以给全体角色提供全抗性穿透全抗性的。除了命座之外，希尔算是一个唯一有一个行技有这个量子穿透的角色了。以及我方角色攻击目标可以附加一个负面效果，使敌人弱点恢复延长以及推挑。这个技能对绝大多数角色来说提升可是很大的，但是搭配克拉拉这种情况需要多挨打就不太适合了。如果你打算阮梅加克拉拉搭配一起，那可能不太现实了。而天赋则是可以除了自己给队伍提速，这个得看到底提速多少了。然后击破敌方弱点可以造成兵弱点的击破伤害锦上添花。而秘技你可以理解为开局免消耗一次战绩，在模拟宇宙当中还可以无视敌方弱点确认还可以根据宇宙祝福数量来提高击破伤害，这点可以提高宇宙的一个体验能力了吧。然后看看阮梅的行技，全队特攻提高，阮梅每回合能量提高，这一点和停云那个行技很像以及最关键的是根据阮梅的击破特攻提高战绩，给全队增伤有上限。这也是明示了阮梅需要堆击破特攻的一名角色了具体要多少得看测试。我觉得副词条 Y 击破特攻，然后神子还是充能神来提高一个大招回转吧，毕竟充能只能靠神子来加，还有关追吧。有增伤、击破效率加特攻、全抗性穿透、推挑加速度，还有击破伤害。好家伙，肉眼可见的放用性和强度就算没有击破这个增益加持，单靠增伤也是高放用性的角色了吧。然后来看看阮梅的装光，名字叫镜中故我，而且的名字还挺微妙的嘛。白字还是常规的属性，防御力529和攻击力是一样的，也是一张生存极高的关追了。铁道生存最低的角色停云表示我想要呢。不过特效就不是特别契合就是了。而特效则是提高装备者 60% 的击破特攻，开大可以持续3个回合 24% 增伤，基本就是全覆盖了嘛，毕竟你3回合开大应该是问题不大了。击破特攻大于150还可以缠点这里应该是一个大招缠1颗，要是每回合都缠那就太离谱了。然后是每个波次能量恢复10点这个对于打混沌2波怪来说用处只能说还可以，但是这张关追搭配行压配合银枝刷的地脉花可以更稳定无限开大招了。然后刚好是 1.6 版本会新增2关混沌回忆，里面那个波次的怪很多次，然后这个关追就能发挥到效果。也就是说波次越多，那么回复能量越多，也就是说证明这关追就越强了。作为一张同鞋关追，保值度也是非常高适合所有的一个同鞋角色使用就算特攻对于很多同鞋角色来说是用不到，但是单靠生存高与增伤就很值得抽取了。以及回复能量这一点还是非常好用的，就比如你的停云没有满星魂，只能回复50点能量，对于某些角色来说是第一回合充不满的，但是如果你有这张关追，灵命就能充满了。说完阮梅之后，来说说刃这名复刻角色的一个定位。作为一个耗点少、生存极高的副 C， 再搭配布洛尼亚有一定的速度能力了，但自身也有一定的缺点，因为目前暂时还没有生命争议比较大的角色。而且刃的配对在目前版本就是刃罗压佩拉了，几乎是比较固定的配对，要求也相对比较高的角色。对于追求性价比放用性来说，我推荐刃是可以完全不用抽取的。那我推荐什么玩意去抽取呢？如果是XP那就不用多说了，布洛尼亚得有吧，不然刃在输出方面就非常乏力。单纯作为副 C 的话，在目前版本是不如一个带辅助的角色的你说托帕是吧，那能副 C 能辅助，定位还是有区别的。而且真理也快来了，而且刃也是推荐有装光才比较好用，或者说你有其他毁灭输出的装光也是可以的。像我一样带其他的关追，加上自身是副 C 为主的打起来就会相对刮痧一点，面板也不低了目前展示的刃是一个带隐月装光有一张关追，然后爆伤有160了吧，暴击89算是一个不错面板了。天赋3个9，但是还没有点满，如果点满还能再提升一下
如果你有任罗亚这个配对加佩拉，那么你的任是可以抽取，但是你要不要抢队友啊？其他队友不抢的话，问题是不大的。当然，我也是给出一个建议，你们想不想抽，得看你们自己的想法咯。接下来是4星角色雪衣啊，他的战绩是常规单体扩散伤害，天赋是根据命中敌方的韧性调次数，累积一定次数可以触发追加伤害啊。怎么感觉和那个刃追加攻击很像啊？彼岸葬送。终结技呢是一个单体伤害的，并且可以无视敌方的弱点，造成削刃越多伤害越高的伤害。这也是明示了软梅的配对了啊，刚好和软梅也卡池里面，多半和那个男人有关系。到时候也会在正式服测试看看表现如何吧。相比同为4星主 C 的量子青雀，看看谁更好用呢？不过测试就不太好测了，毕竟这个要抽满命还是挺难的。青雀则是老角色了嘛，满命还挺简单的。而卡池的3月期作为御三家的角色，在前期萌新开荒还是非常好用的，满星魂还有回血效果，它真好看。还有卡池最欣喜是4星的童鞋停云啊，人气强度双在线的一名4军角色了，相信老玩家应该也不陌生了，属于最强4星童鞋角色。这样说其实挺保守的，毕竟它的强度和布洛尼亚是同一个档次的。零命可用，满命超强的一名角色，毕竟零命它是50点能量，满命可以多10点，对应某些角色它刚好差10点能量就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停云的玩家来说，这角色值得去捞一只。考虑到软梅也是作为一名同鞋限定角色5星的，这期卡池个人觉得是目前应该最香的一次了吧。不管是软梅还是停云，还有雪衣这名量子毁灭角色可以主 C 的，可以无脑下这期卡池了，毕竟下棒真理会送太爽了。根本不用2选1，我直接全都要，好吧。角色卡池香的同时，关追方面也意外不错，行星相会适合很多同色队伍使用吧。然后3月期的光光也是一张素质很高的存货关追，秘密4星高谍影可以给刃的平民关追了，低谍影就比较一般了。最后给出一个总结吧，喜欢而且追求性价比强度的软梅基本必拿下，这一点完全没问题。至于刃，视频前面也说了，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这期视频呢，主要就是给大家了解一下他们机制技能了，相信各位应该也不用犹豫抽不抽软梅了吧？犹豫的扣1让我看看呗。不犹豫扣2啊，具体表现得看正式服来测试了，到时候我也会发出一个测评啊，你们有需要可以关注一波UP主。那么我是梁夏，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那么各位拜拜。